这个男人刑期已满却不愿出狱，只为了吃一口我做的大锅饭，甚至经常为了多吃一口而大打出手，就连外面的人打破头也想进来吃。而我原本只是广场上卖烧饼的，被黑老大当作替罪羊弄了进来，还有1星期就要被枪毙。正当我悲愤之际，狱警队长把我带到了审讯室，要求我去给犯人做饭，但只会做烧饼在龙国根本算不上厨师，难道要做2000个烧饼吗？不过本着能多活1秒是1秒的原则，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然而去后厨的工具非常简陋，食材也不新鲜，而且还有40分钟就是犯人用餐时间，想要做好2000人的饭，就算把食神周星星请出来都够呛，但如果不能按时把饭做出来，别说狱长不会放过我，那些死刑犯也会弄死我。就在我绝望时，脑海中忽然多了一段制作疙瘩汤的信息，我活动了下手指便制作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在去重刑犯的放风广场上，留着寸头的彼得靠在椅子上晒太阳。此人不管是在监狱还是外面，都能呼风唤雨，是真正的狱霸。他忽然站起身，带着一群重刑犯来到了区餐厅门外，对身后的小弟们大声问道：“崽子们，如果午餐还是之前那么难吃，咱们应该怎么办？”旁边一个瘦子恶狠狠地说道：“送他去见上帝！”当当当，一连串急促的敲门声把餐厅里走神的小狱警塞拉斯吓了一跳。原来是到饭点了，可看了一眼仍然在后厨忙碌的我，眼中闪过一抹担忧。他知道我的情况，所以想救我，但后厨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。只见后厨50个大桶中装满了一种白粥一样的食物，他虽然从来没见过，但看卖相却很一般，这东西很难糊弄过去。我听到门口动静，连忙让小狱警来帮忙抬一下。小狱警点点头说道：“等下抬出去后，我先带你离开，要不那帮杀人犯肯定饶不了你。”听到他这番话，我对小狱警升起几分好感，可还没把所有疙瘩汤抬到餐厅打饭窗口，餐厅门外的叫喊声已经响起，铁门也被砸得咣咣作响，甚至开始强行撞门了。我俩的动作也加快了许多，以往都是让犯人自己来抬，狱霸彼得安排小弟给别人打饭，可今早发生的嘎厨师血腥事件，得避免厨师和犯人接触。待弄好一切，塞拉斯把后厨门锁上，然后走另外一条通道，我先带到了99号牢房，随后才把餐厅门打开。彼得披着个皮夹克，嘴里叼着根雪茄缓步而入，小弟们恭敬地跟在身后。彼得目光看向打饭窗口，塞拉斯，新厨师哪去了？塞拉斯不卑不亢地说道。无可奉告。彼得冷哼一声，招呼小弟瘦猴带人去给大家打饭。可瘦猴刚一过去，整个人就呆滞了，片刻后才惊呼一声：“这是给猪吃的食物吗？”彼得面色唰的一下冷了下来，快步走向打饭窗口。当看到那整齐放在窗口里面一桶桶白色浆糊时，他整个人都不好了，看向塞拉斯的眼神中已经有了杀意，竟然给他们吃猪食。要是接受了这种羞辱，那他彼得以后还怎么在区当老大？塞拉斯下意识的后退了一步，握着电棍的手都出汗了，只能信口瞎编起来：“彼得别冲动，这是专门邀请神秘东方特级厨师做的料理。这位掌勺大厨曾经一人横扫东方黑暗料理界，非常有本事。”彼得听完愣了一下，有些词汇他不是很了解，但听着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这一刻他心中有了一丝好奇，这道料理在神秘的东方古国叫什么名字？塞拉斯早就问过我，用蹩脚的发音说道：“疙瘩汤。”说完他就要转身离开，却被彼得拽住：“老兄，你得留在这里。”说完就拿起旁边的勺子舀了一碗，自己却没吃，而是推到了小弟瘦猴的面前：“瘦猴，你跟着我有2年了，这碗汤就赏你了。”瘦猴脸皮抽了抽，眼中满是不愿意。他从一开始就不信塞拉斯的鬼话，可老大的话也不能不听，只能端起碗在嘴边抿了一口。谁知下一刻，整个人就如遭雷击，死死地定在了原地。一股温暖幸福的感觉顺着舌尖扩散全身，仿佛看到了儿时的自己躺在妈妈的怀抱中，甚至看见了上帝在对他微笑。瘦猴感觉自己要幸福死了。彼得见到瘦猴这表情，心中升起了浓浓的疑惑，直接给自己舀了一碗。瞬间他整个人炸裂了，产生了一种幻觉，仿佛置身在儿时的摇椅中，被妈妈温暖地呵护着。这一切都太真实了，甚至没察觉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。旁边的小狱警塞拉斯一脸懵逼：“啥情况？喝个疙瘩汤咋还哭上？瞅瞅这一个个没吃过龙国料理的土鳖，还特喵的扛把子，简直就是垃圾。不过看这情况，小命算是保住了。”旁边的一众小弟见老大和瘦猴喝个粥，能喝出要死的感觉，一个个也都按耐不住，都兴奋地挨个舀上一大碗喝了起来，脸上都洋溢着难以言喻的幸福快乐。这时的彼得已经连干了3大碗，他给2名手下使个眼色，于是手下们留了一桶，抬到了彼得的3室1厅豪华牢房。他得留点私活。在一通乱抢后，别取午饭时间宣告结束，50桶疙瘩汤一点不剩。刚才有2伙人还因为抢桶底子打了一架，2人重伤，6人轻伤。狱警队长马丁带人过来的时候，2伙人已经散了。马丁看着狼藉的场面一阵头大，还有5个犯人在角落里神神叨叨的，不知在干什么。马丁带着疑惑的表情靠近过去，看清后忍不住嘴角抽了抽。这5个重刑犯竟然在一脸惬意的舔盘子，简直是离谱。他妈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，他把人都赶出餐厅，这才给监狱长打去了电话，简单汇报了一下小规模斗殴的事件。监狱长有些意外，但也没多想，只是让马丁晚上找好大厨给去做饭，别再让那个卖烧饼的杀人犯做饭，糊弄一次不出大事已经很不错了。马丁嘴上没问题，心里却骂了起来，除了让他来做，哪里还能找来别人？而我能做出如此美味的疙瘩汤，全凭做饭前绑定了大锅饭系统。当我午睡醒来，已经获得了2000多点满意值，凑够3000点就能青铜抽奖一次，在奖池里有我需要的死刑延期执行卡。我想要活下去，就得抓紧多攒点满意值。就在这时，外面走廊响起了脚步声，塞拉斯出现在牢房外，原来是让我去做晚饭。我爽快的就答应下来，没想到还给我安排了一个打下手。这是一个体态丰腴的鹰将美妇，曾经有龙国餐厅工作的经历，看来靠做饭这手艺在牢里能享受到一些特权。但是当索菲亚察觉到我的目光后，眼神中充满冰冷，甚至就连狱警塞拉斯他都没给好脸色。塞拉斯说完让我俩抓紧做饭，
就自己跑到厨房外等待。刚要说话，却被索菲亚打断：“你们这种人就应该千刀万剐，我不会帮你们做任何事。”索菲亚咬牙切齿地说完，往旁边墙上一靠，闭目不语。而我也不再理会他，将目光投向今日能用的食材上，检查一遍冷藏室后，忍不住叹息：基本没什么好东西，肉类、蔬菜等都很缺乏，只能在面食中选择了阳春面。而在区1号牢房里，彼得正紧张地看着医学博士：“我弟弟他有没有苏醒的可能？像你弟弟这种情况，苏醒的概率不到1/1000。我建议，与其让他维持这种植物人状态，还不如安乐地离开这个世界。”彼得脑袋轰的一声，身形跟着晃了晃，一瞬间仿佛苍老了几岁。他没为难罗宾斯，只是有气无力道了声送客。彼得坐在床榻前，握着弟弟基拉的手，眼神中满是悲戚：“是大哥没照顾好你，要是有人能唤醒你，我宁愿放弃手里一切财富和权利。”画面一转，我这边的阳春面即将大功告成，先给自己做了一碗。刹那间，鲜美的香味飘满了整个屋子。索菲亚嗅到阳春面的味道，仿佛被轻微的电流击中，口水已经顺着嘴角往下流。我见索菲亚的模样，直截了当道：“想吃不给。”接着嘶溜一声吸入一大口，满脸陶醉。索菲亚神色一怔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脸上更是挂不住了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“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种社会败类，我索菲亚就是死也不会吃你们的东西。”10分钟后，塞拉斯和索菲亚两人在后厨端着碗，用叉子不停地把面送到嘴里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陶醉之色。塞拉斯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中午那帮犯人会为了抢饭而打架，这饭也太好吃了，心中对我升起一丝敬佩。晚饭时间点还没到，餐厅外就已经排上了长长的队，铁门被敲得当当作响。塞拉斯见我已经都安顿好了，就让同事把索菲亚领回去。临走的时候，索菲亚欲言又止，可能是碍于身边人没说出口。塞拉斯随后把犯人们带进餐厅，今晚进来的不是彼得，而是瘦猴。和中午一样，瘦猴领着几个小弟进入窗口里面，给排起长龙的犯人们打饭。看到桶里飘着的面条，瘦猴先是一愣，随即皱起眉头，小声抱怨道：“怎么是面？老子最不喜欢吃的就是面食，老大他更不喜欢。但因为我中午做的饭不错，也没有难为我。”我淡淡一笑，我这个面并不是捞出来就能吃，要搭配我亲自调配的高温汤底。说完，我抬手掀开旁边保温大桶的盖子，一瞬间，鲜美的香味跟着蒸腾的热气从保温大桶里汹涌而出，快速向着整个餐厅扩散。被香味扫中的人都浑身一震，口水直流。瘦猴大哥，快点开始打饭啊！兄弟们实在受不了了。瘦猴倒没心急，向前走了2步，看向保温桶里面被香味熏得短暂的失神后，连忙给老大打包送去5份，这才开始给犯人打饭。而 区1号牢房的大佬正因为弟弟的事，心中憋着一股火气无处释放。这时布隆带着2个小弟一摇一晃的抬了个保温桶进门，因为怕耽搁的时间久，影响了饭的口感，忘记了进门必须先请示的规矩，结果被彼得一顿臭骂。3人紧张的要死，心里都是七上八下。当得知晚饭是面食阳春面食，彼得猛地一拍桌子，看向布隆的眼神满是冰冷。布隆慌忙跪下，再也不敢说一个字，甚至就连开口求饶都做不到。身边2小弟更是吓得瘫在地上，只听一声怒吼：“去把那个厨子给我弄死！”谁知就在这时，他弟弟的手却攥住了他，彼得顿时泪如泉涌，打湿了被褥。只见基拉略显灰暗的双目盯着彼得，嘴唇微动，似乎在说什么话。彼得快速从震惊中缓过神，轻轻靠近基拉，这才听清基拉声若蚊蝇的话：“哥，什么饭？好香啊，我好饿。”彼得听完喜极而泣，连忙问小弟：“阳春面吃完了吗？”幸好还剩下个底子，虽然彼得拉不下脸，但为了弟弟，也只能硬着头皮让他们抬了过来。此时彼得的心情大好，耐着性子对小弟说道：“不是我要吃，是这面香味让基拉从植物人状态苏醒，等会医生检查过后，他可能会吃。”3个小弟听完当场愣在原地，最终经过3位专家的会诊，一致认定这是医学史上无法复刻的奇迹。彼得通过关系，连夜把弟弟送到了最好的医院做恢复治疗。临走的时候，在弟弟的强烈要求下，彼得把装着1点阳春面的保温桶带走了。这个行为让前来接人的救护车非常诧异，医院又不是没饭。而我在做完晚饭后，被狱警塞拉斯送回了99号牢房，也因为这顿阳春面，如愿的把死刑延期了7天。然而我不知道的是，把我当替罪羊的黑老大，在得知我延期后，立马联系了监狱的亡命徒，让他们务必在6天内解决我。第2天天亮前，我就到了一区餐厅后厨。这时塞拉斯带着索菲亚才到，索菲亚气色不错，就是看向我的目光有些躲闪，还稍微做了些打扮，但我没理会他，先是检查了一下食材，还是那么寒酸，叹息一声后，最终决定做馒头蘸大酱。在2人的配合下，馒头蘸大酱很快就要制作完成。索菲亚看着蒸箱里成型的馒头，眼中满是疑惑，这东西看着不像面包，也不像披萨，能吃吗？不过想起我昨晚的阳春面，便不再多想。这时已经有不少犯人在敲打着餐厅门，这把塞拉斯都弄得懵逼了。平常都是早7点开饭，现在才6点半，这些犯人是不是疯了？他从餐厅里面靠近门，听了一下叫嚣的内容，更加傻眼。快开门，我们要吃饭！上帝啊，快开饭吧！实在受不了了，别折磨我们了。塞拉斯脸皮抽了抽，这哪是吃饭啊？戒毒所都不带这么夸张的。我也加快了制作的速度，很快就剩下最后的炒酱环节。这东西机器做不了，非得手工来做。30斤重的巨大铁锅被我随意颠炒，如臂指使。索菲亚和塞拉斯看到这一幕，当场震惊，能把这30斤的铁锅精准拿捏，没个10年8年不可能练得出来。可现在我明明只有20来岁，难道这个少年从10岁开始就练习颠勺了吗？简直无法相信。终于在10分钟后，馒头和大酱都大功告成。餐厅外的犯人们都发疯一般撞击着大铁门，发出隆隆声响，尤其是带头的瘦猴，更是叫嚣着再不开门就要强行撞门了。我赶忙招呼索菲亚和塞拉斯帮忙，3人将蒸箱里的馒头取出，又将一桶桶的大酱分装到桶里。准备好一切后，塞拉斯这才打开餐厅门，瘦猴带着大队伍立刻涌了进来，一个个红着眼嗷嗷叫唤。
来，就像打了兴奋剂。就连始作俑者我都没想到会是这么个场面。瘦猴照旧来到打饭窗口，当看到一个个白面馒头后，顿时傻眼。左厨师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饿了一晚上你就让我吃这个吗？瘦猴不禁心中有些打鼓。塞拉斯一脸不悦，左先生做的料理你们又不是没吃过。开始排队打饭，瘦猴这才点点头，招呼众人排好队，每人餐盘里放上2个大馒头，再打上1勺酱。犯人们看到这饭都是一脸的无语，这也太磕碜了。第一个打到饭的是布隆的小弟鸡哥，他有布隆当后台，在区行事向来嚣张跋扈，看着餐盘里的馒头和那可怜巴巴的酱有些生气，坐在餐桌前，他捏着嗓子大声叫嚣，期待了一晚上，结果给人家吃这，要是不好吃，别怪人家发飙。说完，他揪下一口馒头，蘸了点酱送入口中，鸡哥瞳孔猛地一缩，这独特的口感瞬间在口中炸裂。天啊，这是人类能吃到的美妙食物吗？他惊呼一声，狼吞虎咽一般开吃，看架势就像刚从难民营出来。其他刚打到饭的犯人见鸡哥如此，也大口干饭，馒头蘸大酱刚入嘴，所在蘸酱中的极致酱香味如决堤的洪水轰然爆发，奔流进入味蕾，这种香味瞬间炸裂的爽感，让他们顷刻间陶醉在幸福和喜悦之中。整个餐厅也都是赞叹的声音。我的妈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，到底是龙国特级厨师，比以前那些半吊子强多了。现在每天不干别的，就想着干饭，我已经不想出狱了。耶稣都带不走我，出狱干什么？出狱能吃到这种美味吗？打死都不出。索菲亚听到这些话，三观都碎了一地，美眸看向我，怔怔出神。馒头蘸大酱把犯人陶醉成这，简直就是神乎其技，这比昨天的阳春面都要神奇。塞拉斯很想立刻品尝一下这个珍馐美味，可他身份特殊，当着犯人的面不太合适，只能偷偷咽口水。布隆和昨晚一样，装满了个保温桶后，带着2小弟兴冲冲的出了餐厅门。虽然彼得今早没来吃饭，也没交代让人给带饭，可这种在老大面前表现的机会怎么能错过？早饭持续了半多个小时，犯人们用馒头将餐盘上的大酱刮得光洁如新，一点都没浪费。自从我开始在后厨掌勺，餐具的清洗工作都变得简单了很多，每天都是很自觉的光盘行动，没有一点浪费。犯人们吃饱后，三三两两的离去，餐厅里就剩下鸡哥一人。他今天吃嗨了，将鬓角的头发捋了捋，端着托盘来到打饭窗口。这时窗口里打饭的人已经换成索菲亚。美女，给我再来2个馒头，1勺大酱。索菲亚看了一眼身后空荡荡的保温箱，面色有些为难。馒头都吃完了，而且你都已经重复打了4次饭了，确定还能吃得下去吗？鸡哥冷笑一声，别假装了，你们后厨做饭向来都喜欢给自己留点，快拿出来，别逼我发火。索菲亚干脆抱着胳膊不再搭理他。鸡哥顿时双目喷火，猛地抓起托盘一把摔出。索菲亚冷笑一声，略微侧身，轻描淡写的躲开，托盘撞在身后墙面上发出剧烈响动。鸡哥更加生气，气势汹汹地冲进打饭窗口的房间。当看清索菲亚的容貌和身材后，惊呆了，竟然起了歪心思，一个飞扑冲了上来。不等索菲亚躲闪，身后响起一道破风声，一口巨大的黑锅从后厨激射而出，咣当一声拍在了鸡哥脸上，当场把鸡哥拍得头晕眼花，站立不稳。虽然火冒三丈，却碍于我恐怖的怪力不敢上前。能把这么大的铁锅丢过来，这得多大劲？鸡哥下意识地后退2步，指着我说道：“区一个做饭的，竟敢对人家动手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再去谁敢欺负到我头上，你们等着！”说完，鸡哥捂着半边脸，匆忙地向着餐厅外走。塞拉斯小声提醒道：“这个鸡哥癖好特殊，在区监狱关系网很复杂，尤其和布隆的关系非比寻常，应该是去找布隆了。他很想利用身份干预，但是这所监狱有着不成文的规矩，狱警要做的就是维护监狱最基础的制度，而犯人本身的内部矛盾是犯人自己的事，他们狱警是不能干涉的。”可塞拉斯还是硬着头皮说道：“等会布隆来了，我和他交涉吧。”我回忆了一下，布隆应该就是那个大胖子。索菲亚轻轻揪了揪我的衣角，面带歉意。我刚要说话，餐厅的门却突然打开了，竟然是布隆带着2个小弟快步走了进来，神色急促，像是有什么事，正好迎面撞上刚要出门的鸡哥。鸡哥顿时眼眶一红，差点哭出来，眼里满是委屈，像是受了气的小媳妇。龙哥，那个该死的厨师他打我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龙哥被这一下弄得有点懵逼，他顺着鸡哥指的方向，就看到我正神色淡然的看向这边。布隆吞下口唾沫，嘴角抽了抽，抬手一巴掌重重的拍在鸡哥脸上，清脆的响声在空荡的餐厅里回荡。紧接着布隆快步走向我，还隔着一段距离，就一个漂亮的华贵匍匐到我身前。左哥，是我不懂得管教手下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这次吧。一瞬间，整个餐厅的空气仿佛凝滞，没人再发出一点声音。不远处的鸡哥眼睛瞪得像驼铃，下巴都掉在了地上，他彻底傻了。塞拉斯更是眼球炸裂，人形凶兽布隆见到我就跟耗子见到猫一样，无法想象这会是真的。监狱工作多年，第一次见到布隆这副表情。索菲亚俏脸上写满了震惊，而且眼神中还夹杂着些许兴奋，仿佛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，眼睛里冒着金光。我眉眼微抬，轻声疑惑道：“我们认识吗？”布隆露出献媚的微笑，老大说了，以后见到您就跟见到老大一样，老大让我请您过去，具体原因您过去就知道。布隆说完，恭敬地等着我说话，没有一点不耐烦。我略微想了一下，就让布隆带路。我去001号房的时候，索菲亚被塞拉斯带着返回一区监狱，临走出通道时，听到有犯人在争吵，他停下脚步询问塞拉斯发生什么事了。塞拉斯皱起眉头，带着索菲亚往声音传来的那边稍微靠近了点，这才听到是个犯人在叫唤：“老子就不出狱！老子虽然刑满释放，但偏不出去，外面哪有这么好吃的牢饭？傻子才出去！来呀，有种打死我呀！”听到这骂骂咧咧的声音，索菲亚和塞拉斯互相对视一眼，皆实话当场。而我刚回到自己的牢房，黑老大派的杀手就动手了。而在监狱的 B 区，阿维拉是这
这边的无冕之王此时正在审问一个中年男人，而男人诚惶诚恐交代：“老大，不是我非要和区有联系，主要是他们的饭太好吃了。”这理由直接把阿维拉弄得不会了。中年男人继续诚恳地说道：“老大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昨天下午我被狱警叫去干活，晚上被安排到 A 区的餐厅吃饭，那个阳春面真的太好吃了。一打听才知道 A 区那边有个死刑犯是龙国特级厨师，阳春面就是他做的。今天早上嘴馋，于是花了1000美刀买来了一份馒头蘸酱。”阿维拉听到这诚恳的语气不像是假的，可内容太匪夷所思。1000美刀买馒头蘸酱，脑子瓦特了。一顿饭能好吃到哪去？他皱着眉头问道：“真有那么好吃吗？”中年男人稍微想了一下，随即说道：“老大，我昨晚吃了那个面以后，一整晚都没睡着，真的太好吃了，好吃到肠胃兴奋过度。”阿维拉眼神眯了眯，思索片刻，对身边人道：“米勒，今天中午你想办法弄一份你区的饭给我拿过来，我倒是要看看他一个厨子到底有多大能耐，是不是一顿饭把我也迷得夜不能寐。”身后男子微微颔首：“好的，大姐。”眼看中午临近，我早早的就和索菲亚在后厨忙碌起来。今天中午添加了一些新食材，我能选择制作的菜品也多了起来，而我现在要做的饭正是龙国饮食文化精髓的大烩菜。我一边制作一边给索菲亚讲解，进展速度虽然慢了点，但只要索菲亚学会，我就不用亲力亲为了。半个时辰后，两人总算是忙完了，再炖个10来分钟就能出锅。餐厅外也响起了阵阵敲门声，是犯人们在催促开饭。这时狱警队长马丁从另外一个门快步走进餐厅，稍微捏了捏衣领，打开了餐厅大铁门。穿着皮夹克留着寸头的彼得神采奕奕的一马当先，带着小弟们有序而入。瘦猴带着10来个小弟进入到打饭窗口，见到我后，带着身后小弟齐刷刷的站在我面前，90度躬身，齐声大喊：“左哥好，大嫂好。”我笑着摇了摇头，别开玩笑了，快给兄弟们打饭。瘦猴和身后小弟再次90度躬身。一旁的索菲亚被吓了一跳，他在 A 区虽然依靠自己闯出了点地位，可从来没享受过这种待遇。刚走过来的马丁见到这一幕愣在当场，一副见鬼的表情，眼神有些呆滞，指着我吞吞吐吐说不出话来。瘦猴见我被人随意指着，阴阳怪气道：“马丁队长，把你的手指拿开，你也不想家人出事吧？”被犯人当面挑衅，马丁顿时脸色大变，青一阵白一阵的，却没吐出半个字。这一刻他突然明白，仅仅24个小时，我就已经和区最大的势力凝成了一股。彼得在不远处站着，视线一直没离开这里，显然这是他默许的。马丁叹息一声，耷拉着脸走出了餐厅。打饭照常开始，当看到午饭是馒头时，狱友们都乐开了花。又大又白的馒头比什么都香。至于大烩菜刚一抬出来，就让狱友们两眼放光。Oh my god，最喜欢吃馒头了，面包什么的根本就是垃圾。左哥的手艺简直神了。听到狱友们的赞美，我心中莫名的多了一些成就感。有时候这些人也挺可爱的。此时 B 区的阿维拉看着眼前的2个托盘，左边放着2个大馒头，右边托盘则成了一些烩菜。米勒西装笔挺，微微颔首道：“大姐，东西就是这些，请您品尝一下吧。”嗅到右边餐盘里传来的香味，阿维拉当即不再犹豫，插了一点香喷喷的烩菜送入口中。随着阿维拉轻轻咀嚼，敦厚绵柔的口感顺着舌尖向大脑扩散，这美妙的口感几乎要把他的天灵盖掀翻。他抓着叉子的手有些颤抖，这一瞬间仿佛失去了语言能力，舌头全然不顾大脑的命令，光顾着感受口中的极致美味。在阿维拉眼眶中留下2行热泪，把一旁的米勒看傻了。“大姐你没事吧？那帮小崽子是不是下毒了？”米勒眼看老大有点不正常，就胡乱猜测，而阿维拉则摆摆手，让米勒别乱想，自顾自的大口吞咽着馒头配烩菜，一脸的满足。2个大馒头吃完，烩菜也见底了，我还想吃，还有吗？米勒人瞬间傻了，没了。阿维拉美眸豁然看向米勒，冷声道：“那就没办法了。A 区竟然有这么厉害的厨师，咱们 B 区却没有。照这么下去，所有人都会想转到 A 区，咱们 B 区就彻底完了。去通知弟兄们，下午放风的时候集体热闹热闹。”很快，监狱长办公室就收到了 B 区犯人集体造反的消息。混蛋，他们是不是疯了？那个阿维拉怎么带的头？马丁擦着冷汗，不清楚呀。不过他们的诉求倒是很清楚，说是换厨师，要找个和区一样的。监狱长懵了呀 ，A 区厨师不是龙国人吗？黑暗料理他们也要吃。另一头，我在监狱冷库里发现了极少量的冷冻肉，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，牛鞭、猪鞭、马鞭各种鞭，有点意思。于是将其混合一起，炼制了一小罐秘制酱，想偷偷留着自己用。由于厨房人手不够，他们又给我从疫区调来了一个妹子巴巴。看到我后冷哼：“什么嘛，索菲亚，你说的龙国特级厨师不会就是这个人吧？”贝贝别闹，左哥哥的厨艺真的很神奇，切，一看就是个鬼畜男，别浪费本小姐时间。话音刚落，就被你一把抓住后脖子，不要啊，放开放开！可我却还是板着脸。索菲亚没求情，大小姐哭了，我的错，快放我下来吧。我这才开始做饭。料理时，索菲亚发现了厨房角落有一小瓶果酱，想起来你添加调味料后，食材都会变得很好吃。本来只想加一点，但手一滑，整瓶都下去了。应该不会有啥事吧？另一头，由于黑手党老大给你下了追杀令 ，C 区一个凶神恶煞犯人很快接单，他笑了。A 区的厨师是吗？希望今晚你别让我失望。晚饭的时候，犯人们吃饭依旧疯狂，可到深夜，他们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平静，没人说话吵闹，反而一个个红着眼睛喘着粗气。与此同时 ，A 区牢房走廊上，杀手正身法巧妙地躲避了监控的探查。身为顶级杀手，他感觉这一单简直就是送钱。River 监狱号称铜墙铁壁，到头来还不是由他出入吗？杀那个小厨师不是手到擒来。另一头，布隆只感觉今天跟火烧一样，双目红光闪烁，面容扭曲，心中那股邪火燃烧的要发疯了。就在这时，布隆突然发现外头有个人，没错，这回杀手正贴着牢房门一点点挪动。布隆眼中狂喜，还有这种好事，一拍肩膀：“兄弟，你肥皂掉了。”随后就是一只惨无人道的嚎叫。据隔壁房间的小弟说，一整晚的水花四溅，根本睡不着，直到天亮，杀手彻底沦为伤残人士。
势，跟被榨干了一样，趴到走廊外。值班狱警走过来，连忙给送过去抢救了。另一头，黑手党家族内，黑老大正悠哉悠哉等好消息。哦 ，Jack， 事情办得如何了？放心，老大，昨晚动了手，那小子今天应该已经见上帝了。很快电话打过来，听完后杰克脸都绿了。老大，杀手说任务失败，他遭到埋伏，被人差点折磨死。什么？黑老大震惊，这龙国人看来是早有准备啊，肯定已经事先得到消息，给我查，狠狠的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便被塞拉斯带到地区给大人物做菜。和别的地方不同，这里只有10个不到的囚犯，他们身份特别神秘，而且住的都是豪华单间，行动比较自由。等我到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，交谈下来得知，原来他就是最大的黑手党亨利家族前任族长利弗·亨利。他要和几个老伙计过巴士大寿，让我掌勺。记住，老头子不吃荤，这下你犯了难。监狱的厨房也就那点储备，而寿宴最起码18道菜起步，而且还不能有荤菜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时狱警塞拉斯送来了个新机器，左，狱长说最近食堂菜不错，加了点设备，这就是从龙国进口过来的豆腐机。你眼前一亮，有了，抄了一张清单送过去给老亨利，让他动用关系准备食材。旁边一个老头怀特凑上来，这该不会就是你的寿宴食材清单吧？那个龙国小子也算有心，知道你啥都咬不动，只能吃豆腐了。另一个老头也跟着起哄，哎呀，还说请了个龙国特级厨师，让老兄弟们开开眼。没想到啊，这种凉菜都拿得出手。老亨利皱眉，虽然他点名不吃荤，可素菜名贵，食材多的是，这清单上的好东西是一点都没有。我倒要看看那个小子能做出点什么来，要是耽误了老夫的寿宴，有他好看的。去，派白魔过去帮厨监督。狱警塞拉斯暗吞口水，白魔那可是地区御用厨师，一年也只来3、4次，前任米其林3星主厨啊。看来老亨利是对左彻底失望了。过了一天，白魔在厨房是彻底痴迷在我的厨艺之下，一把菜刀竟然把豆腐给雕成了凤凰。Oh my god，这笨重的菜刀怎么能用出这么轻巧的感觉？太神奇了！很快时间到了，白魔端着一大盘凉拌黄瓜豆腐干花生米走过来，老怀特扑哧一笑，这么大的碗，真够土的呀。老亨利，这不会就是你说的顶级奢华龙国料理吧？他们的厨师也就会这种大锅菜了吧？利弗脸黑成了锅底，混蛋，现在换你上，让他下课。白魔嘴角一抽，这几个老东西不识货呀，坦率道，我的厨艺不如左大师。此话一出，周围人震惊，白魔可是米其林3星大厨，难道左比他还强吗？老怀特哈哈一笑，那就让老夫戳穿你这拙劣的谎言。筷子一夹入口，瞳孔猛地一震，苍老身躯死盯在原地。这是脆嫩爽口，生机勃勃，入口一刹那，仿佛新生嫩芽在心中诞生，精神和灵魂都得到慰藉。天啊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无数精灵围绕着翩翩起舞，甚至能隐约看到女神在微笑。苍老眼窝中流着热泪，一旁的利弗都懵了，不是老伙计，我过瘦呢，你哭什么？说完也夹了一筷子送到嘴里。啊，这是咬下去的一瞬间，鲜活生命力在口中迸发，像是打了一副无副作用的肾上腺素，也像是舔了一口天堂的白面。凉菜能做到这个程度，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白魔无语，虽然他没尝过，但就算再好吃，也不至于这副德行吧？你们不都是身份隐秘，曾经有过无数辉煌金塔尖的人物吗？就这，转头去后厨端第2道菜，结果直接给跪了。天啊，这道芙蓉豆腐简直美轮美奂，这是一道菜吗？简直就是大师级工艺品。小心翼翼端着往外走，生怕一不小心破坏这道菜的唯美造型。结果看到桌上盘子都干净了，连一丢渣子都没剩下。不是，就这么一会儿你们就炫完了？老怀特的心急啊，小子，快把菜放上来啊！可开饭的时候，几个老头筷子都僵在空中，愤怒骂道：“法克，把菜这么好看，我怎么舍得吃啊？”比划了半天，根本找不到能下筷子的地方。老亨利无法淡定，左给他重新定义了食物的上限，就像是一位皮肤白嫩、婀娜多姿的美人，身穿薄纱在水中沐浴。他们叹了叹气，去上别的菜吧，这菜下不去嘴。等白魔回到后厨的时候，看到你正摆弄了一个方形模具，这次由你亲自上菜。老亨利愣住，不是，这什么东西？我呵呵一笑，名为大魔术熊猫豆腐。老怀特疑惑，难道这个模具是为了保温？可不是还有更高效的保温锅吗？我看是为了定型。那一个4方块太丑了吧？老亨利抑制不住内心好奇，大厨，快揭开谜底吧，这道菜要怎么吃？我呵呵一笑，一把抓住模具，忽然拿起，一团金光再也压抑不住，轰然爆发，将整个房间都照亮。啊，我的眼睛，这到底是什么？白魔哭了呀，他是料理人，他最清楚。我的上帝啊，这是光暴，只有传说中 S 级料理登场才会引发的神迹啊！片刻后，光暴散去，一个黑白相间的正方体出现在众人视线中，周围还有一圈竹叶，大家都懵了，什么玩意？没见过啊！老亨利狐疑，前面的东西那么大，结果就这。别急，还没完呢！我快速把竹叶抽掉，那黑白豆腐竟然快速坍塌，滚落到盘子中。黑白小方块混着浓郁汤汁，泛着晶莹剔透，居然组成了一个大熊猫的图案。所有人都震惊到说不出话。你递上勺子，左特制大魔术熊猫豆腐，请品尝。老亨利只是轻轻勺了一口，这是麻辣鲜香嫩爽，数种极致味觉涌上大脑。这一瞬间啊，头盖骨都被掀飞了，灵魂出现上升，在天空翩翩起舞，四周都是迷人的小天使。哦，麦高的这种感觉太美妙了，吃下这一口，只感觉前80年都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天啊，这就是龙国料理吗？恐怖如斯，太幸福了！一脸惬意靠在椅上闭目感受，给老怀特急死了。味道啥样？你倒是说呀！也勺了一口，他吃的黑色豆块微甜爽滑，入口即化啊！这温润如玉的口感，怎能不让人陶醉？仿佛温暖阳光在他身上。麦高的
这就是天堂吗？一盘豆腐眨眼间抢得干干净净，最后老怀特甚至端起盘子嗦了2口，给老亨利都看傻了。老家伙，你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吗？你懂个屁，这叫回味无穷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下手比我还快。我本来打算嗦盘子的。最后一桌寿宴吃的是尽善尽美，老亨利擦着眼角泪水，佐这小子真的很不错，我很喜欢。另一头，亨利家族内，少爷亨利比尔十分生气，明明他已经诬陷那个龙国人佐判死刑，可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延期执行呢？更别说他派出去的杀手还落了个菊花粉碎性骨折的下场，好气！杰克，你怎么搞的？后者一躬身，少爷放心，咱们这次联系上杀手是个晚期瘾君子，已经用白面和他做了交易，杀手天梯第8名，今晚就是那个龙国人的死期。比尔笑了，杀手天梯第8名绝不是说说，刺杀监狱里一个小厨子，没有理由失败，优势在我。画面一转，监狱内，由于上次索菲亚把酱知道错，搞得监狱里的犯人们彻底疯狂，个个双目猩红。为了缓解这种情况，我特地用青菜苦瓜米饭做了一份清热解毒料理，名为彗星炒饭。犯人们吃完后啊，满面红光，神采飞扬。餐厅角落里，一个红发男眼神挣扎，你做的饭真的很好吃，可他毒瘾发作，眼神闪过一丝愧疚，真的没办法佐吃上你最后一顿饭，晚上我要送你上路，可千万别怪我。可蛋炒饭入口一瞬间，全身细胞在这一刻欢呼雀跃，仿佛久旱逢甘霖一般被深入滋养。哦，这时不禁发出一声舒爽轻呼，2行热泪滚落。他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当了5年的冷血杀手啊，怎么吃个饭都能感动到流泪呢？他觉得自己可能是疯了。一旁的索菲亚看到他眼神一眯，凑到我耳边：“今晚你要不别回牢房了？”我却奇怪，没管他那么多，一拍屁股：“别胡思乱想，一切 OK 了。”到了晚上，索菲亚无奈只能换上夜行服，偷偷摸到你牢房附近。与此同时，艾伦准备暗杀行动前来上一法，可等取出东西，忽然感觉哪里不对劲，怎么回事？我对这些东西好像没有一点兴趣了，眼神迷茫。怎么以前光是嗅一嗅味道就让他飘飘欲仙的东西，现在变得跟街上臭狗屎没什么区别？这到底是怎么了？过了10分钟，你在牢房中忽然一把匕首架在脖子上，别动，是艾伦。他很快就感觉自己脖子上有一把刀，给我松开，是索菲亚。我呵呵一笑，停手吧，他的确不是来杀我的。艾伦收起匕首，恭敬道：“佐大人，有人出大价钱买你的命，那你为什么改主意呢？”扑通一声跪下，佐哥，你今晚的彗星炒饭帮我戒了毒瘾，从此以后我彻底摆脱那东西的控制，跟重活一次没什么区别。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以后如果有什么吩咐，尽管差遣，在所不辞。说罢转身离开。这时牢房内就剩你和索菲亚，他刚想走，却被我一把抓住。别着急嘛。索菲亚刚准备挣脱，门外就响起了狱警的巡逻声。卧槽，夜间巡视，快躲起来！顾不得许多，我将他拉起藏在被子里，2人贴得非常近。索菲亚脸红，我也再也忍不住。于是这一晚上，我们都成长了许多。隔壁的布隆捂着耳朵，天啊，这也太折磨了吧！水花四溅啊！1小时过去，声音还在继续啊。我不行了。2个小时后，索菲亚颤颤巍巍下床，走路都摇晃想离开，可却被你一把拉住拽了回去。不着急啊，歇会再走。于是又是一晚上的排山倒海。根据布隆回忆，索菲亚最后走的时候是扶着墙的。次日，由于我做的饭实在太好吃，导致B区犯人不干了，纷纷暴动。我们也要龙国厨师，我们也要龙国厨师！暴动上了头条，给州长科尔特都给气坏了。大选在即，竞争对手时刻在等着他的黑料呢。好气，看来只能微服私访一趟。于是叫上秘书马倩，一起来到了监狱。他换上便装，独自在区转悠，却惊讶发现里区咋空荡荡的，一个犯人没有。想起来了，是午饭时间，于是来到食堂，可看到的场面让他嘴角抽抽。犯人们个个喜笑颜开，手里端着个煮玉米大口啃着，眉宇间是说不出的满足。科尔特懵了，不是，我走错了，后退2步看眼门外，没毛病啊，别区犯人餐厅1根煮玉米就满足成这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吃的山珍海味呢，还重刑犯玩呢，不着痕迹往里面去。惊讶发现那些犯人吃完玉米粒以后，会滋溜滋溜吮吸玉米棒上残留的汤汁，舒服，一口下去，眉目舒展，好快活啊！这味道真是太美妙了，不行了，这玉米棒我一定要带回牢房，我要带2个回去，不时吸上2口，快活似神仙啊！不对劲，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啊！他皱眉，这该不会是掌勺大厨在里面加料了吧？这个监狱问题如今看来是狱警和犯人沆瀣一气，我要好好整顿。不知不觉走到后厨，可却并没有想象中的油烟味，反而都是米面香，心头一紧，难道是饭菜中白面含量太高，导致空气中都是毒素吗？硬着头皮凑近，结果看到了一张桌子上，厨子在和一个妹子吃饭。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今天的玉米没了，你们1人只能吃7、8根，没有剩余了哟。科尔特差点一口水没喷出来，一个人吃7、8根煮玉米，是猪吗？怎么可能吃得下？我笑了，你是不是因为刚来的没抢上饭？来吧，破例一次，让你和我们共进午餐。科尔特暗下决心，事情到这一步，他身为州长，即便以身犯险也在所不惜，必须揭露这个后厨的大恐怖。来吧，就让我做出牺牲吧。咬牙夹了一块大魔术熊猫豆腐放在嘴里，可这一瞬间发现不对劲，这是哧啦一声，一股酥麻电流贯穿全身，浓郁香味在舌尖爆炸，极致美味在整个身体淹没。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在大海上冲浪，那种恰到好处的麻辣，几乎要将天灵盖掀翻。一口下肚，仿佛重获新生，强忍震惊，再次加了另外一道菜。不过很快疑惑，这叫什么名字？为何要架在小铁锅上？这么烫能吃吗？索菲亚耐心解释，这叫干锅土豆片，你快尝尝。送到嘴里轻轻咀嚼，忽然也是猛地一震，这干爽的口感和嚼劲，还有猛烈爆发的香味，完成了黄金比例般的搭配啊！配合土豆片上滚烫的酱汁，一口下去，唇齿留香，好吃到不想把饭咽下去。圣光笼罩，甜蜜天使温柔爱抚，轻声呢喃。州长彻底迷醉了，舔了舔嘴唇，加了第3道菜——尖椒土豆丝啊！
爽滑嫩脆的土豆丝在口中弹开，带了酸爽，简直比山珍海味还让人赞叹。这一口下去，胃口大开。再是第4道芙蓉豆腐，天啊，这种返璞归真的感觉，仿佛置身于美丽的山川草木。它化作一株稚嫩青草，尽情享受无限自在。想要放下筷子，手却不听使唤。他这边已经来瘾了，我是一脸汗颜，不是这大叔一副要死的表情，真有点担心啊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由于之前2波杀手都失败，黑手党比尔家族已经派出杰克亲自出马，偷偷潜入监狱，绑架了据说跟你关系很好的小女友巴巴。别说这迷药还真好用，妹子躺在后座上一点反应没有，轻松舒服，哼了小曲，开着车慢悠悠往外开。另一边监狱外，秘书马倩着急啊，几百个电话拨出去，州长都没接啊！天啊，该不会是被犯人绑架了吧？于是火急火燎找到监狱长赫尔曼，他冷汗都下来了。什么？州长在自家监狱暗访，然后失踪了？连忙下令召集所有人对监狱展开地毯式搜索，一定要找到科尔特州长。可老半天地毯式搜查下来，就是没找到任何线索，心中无比忐忑。时间每过去1分钟，州长遇害的可能性就增加了1分。忽然灵光一闪，监狱里找不到，是不是他就自己走了呢？于是监狱办公室瞬间意识到事情严重性，发动整个州的政府官员去寻找。可又是1个小时过去，就连 FBI 都联系了，对方那头的回复是没线索，但最近有毛熊间谍在活动，难道真的是间谍搞的鬼吗？于是乎事态升级，他们把监狱方圆20公里全封锁，警员们手里的武器非常凶悍，有人身上缠了3圈子弹，扛着一把轻机枪，俗称大菠萝，还有人抱着 M821狙击步枪。赫尔曼还看到了个更离谱的，我勒个豆，你特喵扛着 RPG 火箭筒干什么？这是要进行诺曼底登陆吗？与此同时，杰克哼着歌开着车，忽然就发现前面3辆装甲车，大菠萝、巴雷特、RPG 火箭筒，他倒吸一口凉气，这恐怖如斯啊！很快联想那个恐怖可能，难道这些人是来抓我的吗？不会吧！一瞬间吓得双腿发软，手脚冰冷。妈妈呀，我就是搞个小绑架，不至于弄这么大阵仗吧？赶紧一脚地板油，轮胎和地面摩擦响彻整个街道。赫尔曼激动了，心中狂呼，封锁了那么久，总算有点眉目了。而且他隐约看到车里人一身黑西装，戴墨镜，正经人谁这么穿啊？这辆奔驰有重大嫌疑！喂，2区武装直升机给我听好了，重大嫌疑目标出现，州长很可能就在他车上，给我追！电话那头赶紧问敌方火力怎么样 ，over。联想到对方虽然只有1辆奔驰，但那么大的绑票，从策划到实施肯定不简单。他懂了，全都懂了，没有10个人，必然组织不起来这种恐怖事件。要是他们还个个都有重武器，那战况几乎能陷入焦灼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赫尔曼满脸焦急，敌人数量不少，初步估计有15名恐怖分子，而且都携带大口径武器。over。被这么一说，电话那头的队长破晓捏紧拳头，竟敢有恐怖分子如此明目张胆，简直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今天不给他们点教训，明天他们就敢爬上5角大楼拉屎。于是乎继续上报告，我是破晓警监，现在2区大道上有一伙武装恐怖分子绑架了州长，即将对整个诺伊州实施前所未有的恐怖行动，需要你们协同作战。敌人火力多少呢？他们有50名携带重型火力的全副武装恐怖分子，我们的武装直升机和装甲车已经快拦不住了。于是乎啊，浩浩荡荡的装甲车和警车全部朝着2区汇集，整个诺伊州上空不停响着武装直升机的警报，甚至还有2架 F-35空中掠过，居民们人心惶惶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而杰克内心是懵逼的呀，油门都快踩烂，轮胎抹平，头上震耳欲聋的螺旋桨几乎把车吹翻了。还有屁股后头的装甲车队是怎么回事？要打仗了吗？不就是绑了个小姑娘吗？至于这么大阵仗吗？实在顶不住了，拨通了少爷比尔的电话，对面声音慵懒，杰克，事情办妥了吧？什么时候到我这呢？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天上很多飞机，你小心点，别被注意到啊！杰克是冷汗都下来了呀，少爷，人确实到手了，就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，已经被人盯上了。什么盯上了？比尔本能感觉不对，但电话那头传的是啥声音？刹车声、碰撞声，还有杰克的怒吼 ！Oh my god！ 有种别开装甲车撞我！少爷，10多架阿帕奇在我头顶，噪音太大，我听不见您说什么，我先挂了。比尔听着挂断的电话声，挠了挠头，拿出望远镜往外看去，他懵了呀！杰克，你这个蠢货想害死我吗？等我见到你，我非得亲手弄死你！快撤呀！比尔带着手下开车撤出去老远，这下总算给甩掉了吧。与此同时，杰克的车技居然异常逆天，被重重包围下，硬是找了个小斜坡，然后一脚油门，一飞冲天，跟拍电影似的，短暂突出了包围网，然后往前方老远一看，那不是少爷的车吗？立刻打电话过去，少爷，我刚冲出包围圈就看到你们了，居然来接应我，我太感动了，我马上就跟上来，他们追不上我的。直升机又来了，我先不说了，挂了。在副驾上的比尔是真的要吐，人妈了，再也无法控制，一下砸烂手机，立刻催促身边司机阿凯，快跑呀，千万别让那个狗东西追上，这下全靠你了。阿凯，快踩油门，给油啊！阿凯双目中金光爆发，神色骄傲且自信。少爷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终于轮到我上场了。少爷务必系好安全带，咱们要提速了。接下来你会大吃一惊。比尔神色猛地一变，就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抹高深莫测，咽口口水。阿凯，莫非你？少爷抓稳扶好现场了，暴喝一声，油门直接跟到脚底板，砰的一声直接爆炸，车前机盖被炸飞了出去。这辆车一动不动，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正好这会杰克驾驶着大奔经过，少爷，事都办妥了，人就在我车上，快逃啊！少爷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您车前机盖去哪了？来不及说了，少爷，我先走一步，你们赶紧跟上。比尔一脸生无可恋，泪水流下，不过他松了口气，还好，虽然自己被抓了，好在杰克那个狗东西脑子不好使，他车技不错，这不被抓，他就可以因为证据不足，想办法提前保释。可杰克开出去没多远，才发现少爷压根没跟上来呀，立刻掉头，在比尔惶恐的神色中冲了回来。
这一刻，少爷的心彻底碎了。另一边，州长科尔特吃好饭走出监狱门，一脸懵逼，不是，怎么这么多装甲车和武装直升机呢？随后经过秘书马倩一番解释，才知道这是一场乌龙。最终，州长失踪闹剧宣告结束，事情很快被科尔特圆滑的手段压了下去。杰克由于有绑架被行为，刚好被当成了这件事主谋顶罪，而比尔在审讯室一顿刑讯逼供后放了出来。走出警局的大门，比尔的另外一名手下已经等待多时。阿凯使了个颜色，让司机滚一边，他要亲自给比尔少爷驾驶。见状，比尔当即一个飞踹把他从座位上踹翻，积压的情绪终于爆发。你要是再碰方向盘，本少爷当场就做了你，耶稣也留不住你，我说的。另一边，由于监狱再次暴动，我被安排每周需要去 B 区掌勺2次，今晚就是约定好的第一次。在阿维拉的带领下，我很快来到了 B 区厨房。随后我发现 B 区后厨的食材竟然比 A 区丰盛多了，就连牛羊肉都有。见此，我毫不犹豫选择了麻辣烫。这时 B 区餐厅外已经人头攒动。齐格瓦拉作为进过很多个监狱的资深名人，是偷盗界响当当的人物。自从上次托关系买到一次 A 区的饭后，他便欲罢不能，于是他便带头挑事。齐格瓦拉看着跟在身后的几百名偷盗界晚辈，厉声问道：“等会儿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”小弟们齐声高呼：“明白！”一会儿就以饭菜问题大闹一场，打断厨师的腿，让阿维拉难堪。听到小弟们的呼喊，齐格瓦拉脸上笑容越发舒展。阿维拉，我可不是惦记你这 B 区老大的位置，谁让你连个伙食都搞不好？我还有5年出狱，我可不想每天都吃以前那种恶心东西。要怪就怪你自己无能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上百人应声而动，餐厅大门被拍得当当作响。听到门外的声音，阿维拉立刻皱眉，该死的扒手，蹬鼻子上脸了。阿维拉一拳重重地砸在灶台上，发出抗啷一声响动。不用着急，一切按部就班即可。我轻轻拍了拍阿维拉的肩膀，随即开始了这麻辣烫的最后一步。我将盛满沸油的大铁锅单手端起，热油浇入到半成品麻辣烫中，一团团蕴含火山喷发般浓郁香气的白气蒸腾而出。大功告成，开餐厅门。随着餐厅门打开，齐格瓦拉和一众小弟鱼贯而入。然而一看到今天伙食是桶装的，顿时大骂起来。按照以往的规律，放在桶里吃的饭都是特别的难吃，不是该死的稀饭，就是那恶心的拌饭。哪个混蛋厨师做的？滚出来！你做的什么东西？滚出来给兄弟们介绍一下。话音未落，一个大铁勺从后厨的门缝里飞了出来，直直的砸在了齐格瓦拉的脸上。找你爷爷有事！我从后厨淡定的走出，挨揍的齐格瓦拉刚想起身发怒，却迎来了旁边阿维拉那冰冷的瞳孔。齐格瓦拉当即浑身一震，他知道自己小打小闹还可以，但真惹恼了这女人，他肯定活不过3天。齐格瓦拉攥了攥拳头，目光死死的盯着我，冷冷的说道：“好好好，真是出生的吸血鬼不怕十字架。要是你做的东西不好吃了，我看你会是什么下场？”他脸上露出狰狞的微笑，有点瘆人。等下哪怕我做的饭相对好吃，他也会教唆小弟们喊不好吃，然后把事情闹大。到时候即使阿维拉也保不住我。想到这，目光豁然看向阿维拉：“大姐，要是今天中午的饭菜不好吃，您还会袒护这个该死的厨子吗？”阿维拉眼中凝出一道冷光：“如果是你说的这样，我当然不会袒护他。可如果今天的饭菜很美味，兄弟们都说好，那你是不是应该付出点什么代价？”齐格瓦拉知道自己已经赢定了，全然不顾地说道：“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很好，开始打饭。随着阿维拉一声令下，10多个人将一个个保温桶的盖子掀开，霎时间，一股强烈的热浪伴随着浓郁的美食香味轰然爆发，极致的味道仿佛海啸一般，瞬间将整个餐厅淹没。顷刻间炸裂了所有人的味蕾。齐格瓦拉呼呲呼呲喘着粗气，光是闻味就已经飘飘欲仙。他身后的小毛贼们更是一个个惊呼起来：“天啊，怎么能有这么香的饭菜？快点快点，我等不及了！”阿维拉距离保温桶最近，任凭饭香味顺着鼻腔和皮肤毛孔进去身体的每个细胞，满脸陶醉，不可自拔，浑身舒爽的他差点忍不住叫出声。旁边的齐格瓦拉见状骑虎难下，他不否认这饭真的很香，现在这种节骨眼上，宁死都不能承认。香什么？我怎么闻起来是臭的？难闻死了！快点拿走，别恶心人了，拿走！阿维拉嘴角弯起个若有若无的笑意，目光扫向齐格瓦拉身后的上百个小偷们。齐格瓦拉说：“今天的饭不用吃了，你们也是这么觉得？”然而今天菜实在是太香了，有忍住诱惑的小弟突然开口：“齐格瓦拉，虽然我们有求于你，但是也不能昧着良心胡说八道。今天的饭菜光是闻味道就让人发狂，怎么可能像牛逼说的一样是臭的？”他这么一带头，更多的人都张嘴了。上帝啊，我肚子里的馋虫早就被勾起来了！齐格瓦拉，你快滚一边去，别耽误我们吃饭！随着声讨齐格瓦拉的人越来越多，齐格瓦拉面目开始狰狞癫狂了起来。我就认为今天的饭是臭狗屎，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闻言，阿维拉呵呵一笑，对手下挥了挥手，把他丢餐厅的墙角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离开。只要发现他企图离开，就把他丢到浴室捡肥皂。随后，齐格瓦拉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，就被像条死狗一样丢到了墙角。然后米勒组织人开饭，同时给自己先盛了一碗，也顾不上有点烫，抄起小勺就咬了一口。一口鱼豆腐入嘴，米勒那原本彬彬有礼的表情逐渐崩坏，美妙的滋味传递到舌尖的那一刻，他就感觉自己彻底升华，仿佛游走到天国云端，俯瞰世间万物，任何幸福感和这一口比起来都微不足道。这个天国就是他内心深处最渴望到达的彼端。扑通，喝完米勒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，两腿不停地抽搐，这把阿维拉吓了一跳，急忙大喊：“快快叫医生！”然而小弟们还没动脚就被我拦住，不用大惊小怪，他就是吃得太爽了，有点爽过头了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听到我的话，阿维拉眼中还是有些担忧的神色。这时米勒急促的抽搐终于结束，眉目间满是无限的满足，他迷醉的声音说道：“好爽啊，快把碗拿过来，我还要吃。”米勒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使得阿维拉也忍不了了，亲自上手给自己舀了一碗，轻轻抿了一口浓汤，爽滑厚重的味道顺着嗓子滑入食道，阿维拉身体瞬间脱离地面，仿佛要破空而去，
扶摇直上，纵观寰宇。这一刻，他看见了上帝对他微笑，在圣光的照耀下，他又回到了先天婴儿的状态，被温暖的羊水滋润，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，四肢百骸甚至有了各自的意识，都在疯狂地抢夺那每一个汤汁的营养分子。这一切都太真实了，甚至没察觉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。一种排着长队的小弟们都懵了呀！不仅米勒被麻辣烫弄得失常了，就连大姐的人设也彻底崩溃了。一时间，整个餐厅都沉寂在干饭的欢乐中，大家吃的已经忘乎所以。见此一幕，我心中一喜，看来 A、B 两个区算是拿下了，接下来再拿下 C、E 二区，自己就能将整个监狱捏成一团，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。